枫叶就是个死哑巴，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才会嫁给这种男人。我才是枫家唯一的女主人，去死吧！这枫总啊，家世样貌样样都好，可惜了是个哑巴，真是苦了你了，姐妹。居然和昨晚梦境中的内容一模一样。梦中我是一本小说中的恶毒女配，在小说女主加入枫家后，会变得面目可憎，不断加害对方，偷偷转走枫叶10几个亿给自己家的亲戚，给他们都安排工作进枫氏，堪称史上最毒妇娘家狂魔，最终还被赶出枫家，无家可归，车祸身亡。难怪一向天性开朗的我，最近总感觉越来越刻薄了，原来是被剧情掌控了人生轨迹。桑露，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塑料闺蜜为了上位，刻意引导我说枫叶坏话，转头就把录音给了枫叶，这也成了梦中枫叶厌我的开端。哑巴怎么了？哑巴好，哑巴妙，嫁给哑巴没嫁成。我不知道有多感恩能够嫁进枫家，婚后生活超棒的。露露，你真善良，明明我委屈爱逞强，你跟我说心里话没关系的。你真奇怪，我跟你说真心话，你觉得我在逞强？你是想看我过得不好？当然不是了。那就好，不然我以为你跟我处闺蜜就是为了破坏我的家庭呢。露露，你误会我了，我是真的关心你。时间不早了，今天枫叶还要回京市，我先回去啦。穷人乍富，改不了穷酸劲儿。除了一张脸好看点儿，有什么可取之处？学历还没我高呢。我回来啦！你在家啊？长辈定下的婚事，没有感情可言，只是同住一屋的陌生人罢了，最多算合作伙伴，能做到相互不打扰就足矣。他会答应吗？结婚3个月到现在，也就一起吃过2顿饭，第一次见面，还有婚后去老宅，在家1次都没有过。可要想不成为众人口中的外人嫌，摆脱悲惨结局，就一定要和枫叶建立良好关系。不行，我不能怂。好，愿意一起吃饭，关系还有救。Yes， 我过去和张婶说，等好了我叫你啊。一起吃个饭就高兴成这样，
他想做什么？我今天超棒的。我们聊聊吧。他怎么跟以前不一样？我言简意赅的一个连表现符号都没有呢。抱歉，是我问的这个问题没什么水准，你好像除了也回答不了什么别的。那这样，我来问，然后你挑你想回答的回答，然后把它写下来，好不好？你的字写的是真好看，我小时候也学过硬笔字的，但是我就学了1个月我就没学了，当时就应该坚持下来。那你之前学过练字吗？是，练过一段时间。哦，怪不得，果然只有练过字的人才能写出这种笔锋来。小学老师撑不起我。我想问一下，那你1个月能有几天待在京师啊？我不是要查你稿啊，我就是好奇。他好帅，手也好好看。如果他不是哑巴的话，会是多耀眼的存在啊！近期不出差。最后一个问题，我这个人话比较多，我上初中的时候老跟同桌讲话，被老师点名罚站了。但是我憋着不说，我心里就难受。我想问，我要是话这么多的话，你会不会嫌我烦？还好。很好，关系迈进一大步了，明早再拉近一下关系。我桑露的命运一定不能被小说左右。走。完了，我又起晚了。今晚一起去吃烤肉吗？我刷到一家评价很好。还想套我话，破坏我和枫叶？没空，有约了。哼。露露，我今天心情好低落，很想找人聊天，你能推掉约会陪陪我吗？又想利用我的同情心，啪！滚出我的世界！说到烤肉，看得我好想吃烤肉啊 ！Hello， 各位，今日新拍下的地皮，现今的规划呢？策划部给了我2套烤肉，你觉得怎么样？各位，这块新拍下的地皮，策划部给了我2套，一套呢对于楼房，一套是群像。他们说这2种可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几点下班呀？一起吃晚饭，我请客。烤肉你觉得怎么样？有家不错。话会不会密了点？他会不会嫌我烦啊？可是他昨天说了还好哎。今天加班。没事，毕竟是冰块哥们，好相处才奇了怪了。还是不能太话痨，以免被我的热暴力吓到。聊天到此为止。我也太会替人考虑了吧！烤肉，晚上我自己去，吃完还可以逛街。
他竟然没有回。谢谢。我要开动了。哎，三鹿，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吃烤肉啊？这是这么巧，一起吃吧。表姐是很难缠的人，多费口舌，不如快点吃完撤。桑鹿，你怎么还在背那个小挎包啊？大学时候就在用了吧？还没换新的？你还没出过国吧？这有机会啊，还是得多出去转转，能长不少见识呢。为什么还不熟？哎，这肉不错呀，好鲜啊！老婆，来吃啊！哎呀，人家吃不了这么多，你给我准备个宝宝的碗，只要来一点就行了。谁没男朋友准备的宝宝碗，就是没人疼。桑鹿，你也老大不小了，别老总是吃啊，没有男人要的。哇！哎呀，别想那种男人了，改天啊，让你姐夫给你介绍一个，一年10来万，跟你在一块儿刚刚好。枫叶，你不是加班吗？你怎么来了？路过。那你吃饭呗，陪着我们一起吃。桑鹿，这该不会是你男朋友吧？怎么也不说话呀？他不会是个哑巴吧？哎，我说桑鹿，你怎么长了个哑巴呀？难怪总不带回家。你说你怎么这么想不开，找个残疾人呀？他不说话怎么了？他长得好看，这张脸我光看着，我每天都多吃3碗饭，我做梦都要笑醒。不像你，长了个什么东西啊？你就只看每天捧个宝宝碗，多吃一口都要吐。你说什么？你怎么说话的？你别激动啊！你这一激动，脑袋顶上毛都要飞起来了。宝宝，你看他。哦，没事，宝宝，我给你戴上，我给你戴上，别生气，别生气。桑鹿，我男朋友是这家店的 VIP， 我现在就让人把你们赶出去。经理，尊敬的 VIP 客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把他俩赶出去。我可是付了钱的。我查一下。抱歉，这位先生，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 VIP 顾客了，因为2人影响了顾客用餐，请你们马上离开。什么？你们凭什么取消他的 VIP？ 因为我们认为这位先生不够资格成为我们的 VIP， 2位再不走的话，我们只能请人送出去了。2位，请。哎，宝宝，等等我！哎，宝宝，哎呀！是你对不对？天哪，我居然吃的这么好，有什么理由作死呀？这不造孽吗？走吧。时间到，果然好好吃。
这个呀是和牛软肋，要用中火慢慢的烤，就能迅速的把肉质给锁住，然后再转成小火，等到它表面的那个颜色变成特别漂亮的焦糖色之后，就可以吃啦。记住，鲜嫩多汁，特别的满足。来，你尝尝。哦。我就知道你肯定喜欢。这个也是，这个是牛舌，筷子轻轻一戳，你就能感受到它那种微微的质地，特别有弹性，口感堪称完美，你绝对喜欢。还有这个也好吃，这个。那你先吃。果然，吃烤肉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情了吧？对他而言，幸福就这么简单容易吗？你吃饱了吗？吃完我们走呗。走吧。总裁特意开车过来这里，就是为了陪夫人吃饭，这绝无仅有的事，都能载入史册了吧？我还知道有一家自助烤肉特别好吃，我下次带你去吃。你喜欢吃烤鱼吗？烤鱼也特别好吃，还有鸡公煲，还有铁锅炖，还有……你等一下，喝口清甜的溜溜凤。我们刚才不是散步消化了吗？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吃得多长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和他一起吃饭的感觉，好像不讨厌。好甜。每次吃完烤肉身上都是味儿，这个橙子香波味道好好闻。不许看！你什么都没看到，对吧？女生的体重是秘密。骚碌啊骚碌，饱暖思淫欲，你简直是禽兽啊！可是那嘴馋，看着真的很好亲的样子。年度最佳奶茶。
帅了，帅得我口水狂流。话多且密，过于开朗，像是奔腾喧嚣的河水，与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维持表面夫妻，井水不犯河水，才是我们最好的距离。别怕，我会温柔的。我又起晚了。等等，现在才7点40，枫叶一般8点才出门，难道他在躲我？抱歉占用朋友圈的公共资源，给友友们介绍一下，其实这位才真的是我的老公。风总，这里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字。是锦绣衣，么么哒！枫叶给我朋友圈点赞了，我就说嘛，他怎么可能躲我呢？他给我的朋友圈点赞，这是在发射友好的信号。今天一起吃饭吗？今天8号，楼下的淮扬菜私厨有活动，去晚了可就没位置了。你说几号？8号啊，平时这种活动折扣，你记得可别我了。5月8号，就是今天。家里的亲戚会去爸妈家，还有讨厌的表姐一家。老爸意外抖出枫叶就是我老公，之后又不得不碍于情面，答应极品亲戚们的各种无理要求。而我说去请掌控，居然脑抽的把枫叶的10几个亿都给了他们。我们下次再约吧，临时有事，回家一趟。小可，你找别人去帮你吃吧，我还有事，我要先走了。我一定要把这个悲剧从源头给掐掉。哎，你说这露露结婚也太突然了吧？我们都没见过他对象呢。你看，要不把人喊过来聚聚，总得吃个饭吧？哎呀，这有什么呀？今天就买好的，我这就给他打个电话。等一下，等一下，露露回来了。哟，露露，你又漂亮了。最近怎么样了？电视台工作很辛苦吧？还好还好。露露呀，电视台是不是又降薪了？我听说呀，现在好多地方都降薪了呢。你们电视台肯定也没躲过吧？没降，我还涨了呢，就比你那退休金啊涨了一大截。哎，桑露，刚和你爸还在说呢你这结个婚都偷偷摸摸的，连老公都不让我们见。你像你表姐，人男朋友第一回来我们家的时候，就是捡着贵的带，对吧？那烟酒都拿好几万呢。你老公拿啥了？送了大概1个小目标。可不是，就你们家楼下停的那个白色奔驰啊，就是小小男朋友给他买的。他呀心疼小小上下班，特地给他买了一个代步车哦，还有家里那些包包呀、衣服、鞋子呀，又多的穿不完。那真是恭喜你们了，全部呀当精神损失费了。桑露，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啊不，我可没那么好的胃口，什么脏东西都吃得下。
那天那个哑巴是你老公吧？哼，确实拿不出手，好端端的嫁个残疾人。谁说枫叶拿不出手？我告诉你，上路嫁的可是枫氏集团。我嫁的是卖风氏膏的。风氏集团在短短几年内，由枫叶的带领下，将风氏集团发展为那不是露露老公吗？对，这就是我老公。我老公可多了，今天他是我的老公，昨天是秦彻，前天是钢铁侠，我老公一天换一个，我多新鲜。露露，你听听你说的这啥话？你一点边记不着了。也不看看你什么年纪了，还白日做梦呢。二弟呀，你不能这么下去了。你看看你们家都成什么样子了，还找个残疾人，实在不行，你这小小的男朋友厂里上班吧，做个保安，一个月都有3、4千呢。来了。啊！他怎么来了？谁啊？哎，这是阿叶吧？阿叶，快进来坐。阿叶，你来了，怎么还那么客气，带那么多东西？阿燕来啦，子源，来，阿叶，过来坐。啊，我知道了，该不会是你们知道我们在这儿，故意买这么多东西来撑场子吧？还特意雇个人拎上来。嗨，咱们都是一家人，别做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哎，露露，刚这就是你爸说的电视上那个？你别说，长得确实挺像的。爸，你什么眼神啊？人风氏集团那么大，总裁怎么可能是哑巴？还怎么管理公司啊？你这么说也对，那小鹿满嘴跑火车，对吧？这么大岁数了，还一点不着调，该管管。就是，找了一个卖风湿膏的，我们给你介绍的，哪个不比这个哑巴强？对，什么好事都轮得到你们家，你们家什么都好。所以表姐呀，我等表姐跟那个大癞蛤蟆结婚，再生个小癞蛤蟆，我要给她包一个精神慰问费。你，小鹿，你怎么说话的？我敞开心胸跟你们说真心话，你们不也这么干的吗？亏我们对你这么好，你居然嫁了一个哑巴老公，我看你脑子简直是进水了。够了，当着我女婿的面，你们说这种话。我说的是事实，就是你们是一家子。既然你们一家人都不高兴，那就走吧。走呀！这，我说事实啊，一点礼貌都没有。走，我也是为了你们好。哎呀，推什么推呀？这是干嘛呀？好了，走吧，我送了啊。走。哼。阿叶，还让你看笑话了。没关系。老桑，做几道拿手好菜呀。哎，好的呀。小鹿，招呼着啊。哎。我不是故意说你是卖风湿膏的，你也看见了，我表姐和我姨父他们一家全都是极品，他们要是知道你就是风氏的总裁，肯定会来麻烦你。我是不想你受到牵连。原来他担心的是这个。
我去帮一下我爸。不在外面陪着枫叶，进来干什么？爸，跟你商量一个事儿呗，以后别告诉咱家亲戚，我嫁进枫家了。真不知道你们母女俩老是藏着掖着干什么？我的宝贝女儿那是娃娃亲嫁过去的，你爷爷给你定的亲事，又不是上杆子高攀，怎么就不能接人了？还不让说。是，本来这是好事，但是昨天我奶奶给我托了一个梦，她说此事万万不可张扬，这轻则家里不幸，重则……别说，你奶奶是半个渡仙，她说的一定有准。行，我不说了。爸，你再多炸点鱼，我带回家去。好啊。怎么样，我爸做菜手艺是不是一绝？我可喜欢他做的这个炸鱼了。以后啊，要经常回来家里吃饭。哎呀，我闺女穿什么都好看。桑露，妈，车上那个人好像是桑露，那车是杂志的限量，他怎么会在上面？怎么可能呢？桑露就一破电动车，你看错了吧？不会错，八成是看不上那哑巴，又另外傍上了大款，在我面前装像呢。如何治疗缄默症？特种症状的缄默、沉默不语，需要家人耐心引导，协助患者解开心结，不再拒绝开口。巧了吗？不是，我最擅长给人化疗了。现在有空吗？我们聊一聊。季医生每个月都来给你治疗，那他下次来的时候，我陪你一起吧。我是看网上那些专家说，治疗缄默症要家人的全力配合，我就是你的家人，放心包在我身上，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的。家人。盖章。哇，她的手好漂亮啊！药呢？你找什么呢？我给你找了点缄默症患者的康复心得，你要是有空的话，你就看一看，说不定有帮助呢。那你先忙工作吧，我走了。不知道为什么，感受到他的存在，我便会觉得舒适。谢谢你。冰块哥难得这么主动，果然啊，露露，你的努力是有用的。咱俩谁跟谁？刚发现你书房的绿萝长得好好，养得不错哦。今天的废话额度已超标，检测到困意来袭，晚安。附近有家淮扬菜私厨，去晚了就没位置了。那行啊，我们在这拍张照吧，我先帮你拍，来。陆姐，你快看，多
我好的模子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那辆黑五是让你给我留着，我下个月全款去提。你怎么卖给别人了？你赶紧再给我整一辆去！喂，我的琴！他来了，他来了！小说女主终于带着3分桀骜、4分倔强和5分凉薄走来了，一撞深情惊天下。接下来就是傲娇公子爱上她的现偶剧情。撞坏了我的琴，赔钱！你家大人没有教过你吗？撞坏别人要说声对不起。别看了，我们赶紧走。喂，你跑什么？我都看到了。那个帅哥好像在叫你。没有，你听错了。大嫂，有没有钱借我点，晚点还你。帮还是不帮？帮了万一破坏剧情，不帮的话印象本来就差，可能会更快弄死我吧。我没有钱。没钱？嫁给我大哥还说没钱？小门小户，真是又怂又抠门。我钱都存定期银行了，至于封印给的，不该动。这样吧，我这块表给你，你看能不能找个典当行换点钱？你太搞笑了吧！就你这块破表，你也好意思拿出来？对喽，不用就对啦。看上去尽力帮忙，但一点忙也没有帮上。行，这块手表就当做典当物放在我这里，等你凑够钱赔我，再来赎回去。要不说她是女主呢，脑子转的可真够快的。加微信，就这样加上了吗？剧情虽然改变了点，但依然是原来的走向，两人因此产生羁绊，难道这也无法改变剧情的走向？刚才要不是我拦着你，你打算见死不救了？22岁了，什么意思啊？断奶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我就说你这个人不靠谱吧！当初嫁给我哥是不是就是为了我哥的钱？我记得当初办彩礼给了你那么多钱，你是不是都给娘家了？现在出这点钱，比割你肉还难。你们一家人都属马黄的是吧？臭小子，我忍你很久了。你喊什么？我今天可是帮了你了，你非但不谢谢我，你还在这对我出言不逊的。下次再这么没礼貌，小心我叫你哥收拾你。你敢？你看我敢不敢啊？哼！哎，别！就这样，我走了，大嫂。桑露，真的是你啊！桑露，你怎么把我微信好友删了？摁错了吗？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好，停。你怎么会在这？桑露啊，你们台里的招商会邀请了风总，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们忘了。同在一个屋檐下，桑露竟然不知道风总今天要来招商会，看来他和风总的关系还是形同陌路嘛。我要好好表现，让风总记住我。桑露，拜拜。你们认识？这位关小姐身上也太香了吧？是吧？不认识。他是谁啊？他就是风氏集团的风总，真的是风总的风氏集团的风总，帅啊！他都来了，是啊，今天这阵仗不小啊！没想到今天把他请来了。今年招商会的规格好隆重啊，竟然邀请到了风总。是的，没想到风总比杂志上还英俊呢。是的，是的。桑露，你们组出问题了。什么？风总，请。还要等多久啊？怎么还不开始啊？怎么还没开始啊？就是我都来了。我似乎从未了解过他。没有补救措施吗？这是文件的问题还是设备的问题啊？文件的问题，拿来备用的 U 盘也无法播放，点开就显示文件损坏。我来试试，能行吗？不试试怎么能行呢？风总平时冰霜一样的脸，几乎不流露出情绪，此时怎么可能有种明晃晃的惊喜，
还有肉眼可见的心事。明明3个月前，风总看太太的眼神还是和陌生人一样，怎么突然变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感情突飞猛进？怎么回事？怎么还不开始？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啊？哎呦，什么时候？怎么回事啊？这是不行的话，跳过你们组，先播放其他组吧。哇，这是真不错呀！画面还挺好看的。我还以为他们对呀，看来这个设计还挺吸引人的。对呀，等好久了。太棒了！风总，我是招商部的关诗晴。今天的招商会流程工作都是我负责的。风总，你口渴吗？你明天去南风区分部报道。以后不许出现在集团大楼。我去了南风区，我还怎么见风总啊？那不是 D 组的桑洛，他上了谁的车？8成是哪个投资方大佬的车吧？平时装出一副清高甜美的样子，越是看起来表面清纯的，背地里才……走吧。是不是等我一起回家呀？恰好有事没走。我今天恰好也没有骑承载，我是不是超级幸运？妈妈，有金主爸爸慧眼识珠，看中我们组的项目了，独家冠名8000万，你知道是谁吗？8000万！金主爸爸，我要给他磕头谢恩。是集团枫叶。不要在车里磕头，不安全行为。小可，明天见面跟你闲聊，拜拜。风总，你眼光独到，不愧是商界的奇才，远见卓识，火眼金睛。你就是商业版图上一颗最璀璨的明星，你就这么轻轻抬手就能改变行业的格局，运筹帷幄，成事于千里之外。无能穷极一生都追求不了的目标，不过是您倾心一掷的一枚棋子。您洞察市场的能力简直就是未卜先知，您投资的每一步简直就是命运在指引。我要蹭蹭你，把好运全都传给你。哎，昨天你看到风氏集团总裁枫叶了吗？侧脸绝了，鼻子超挺。听说他已婚，那他妻子每天对着那张帅脸，做梦都会笑醒吧？哎，可惜是个哑巴。闷哼什么的才更撩人吧？小桑，你没事吧？我没事，你们继续聊。哦。我的脑袋里都是些什么黄色废料啊！季医生下周6来。我还是更希望枫叶可以开口说话。大嫂啊，我在你公司楼下找你有点事。大嫂，嘘，别喊了。我是什么有损市容的人吗？你的破手表还给你。如果他是我弟弟，一定给他完整童年。在原剧情中，枫叶雨夜飙车遇到山体滑坡，被掉下来的碎石头砸到大腿，此时生动鲜活的神态再也没有出现过。对了，乔西非得让我把这个带给你。东西我带到了，我先走了。
枫叶，你骑摩托车注意安全，下雨天你就别骑了。你哥总经常跟我说，担心你骑摩托车不安全。我哥知道我因为买车生活费超支了，是不是你偷偷告诉他的？行了，你赶紧走吧，你别耽误我午休，拜拜。谢谢我哥，谢谢大嫂。哼，既然老天给了我机会重写自己的人生剧本，也该用自己的眼睛重新认识一下他们。桑路乘坐的那辆豪车主人姓风，应该就是风翼。约在这么偏僻的角落见面，桑路一定是风翼的情人。桑路，我要让你身败名裂。哎呀，小小啊，那封举报信，桑路的领导能看到吗？当然了，显示对方已经签收了。我估计现在啊，桑路领导正在找他谈话。这种单位最怕有丑闻。妈，桑路真的被开除了，我要去亲眼看看他滚蛋的模样。哎，桑家两口子呀，正在楼下遛弯呢，我们去告诉他们，桑路被开除了。走。文件堆得比我的发际线还高呢。风总，今天我去电视台确认投资款合同时，听到一些关于太太的谣言，说太太靠不正当途径获得投资。他没有对外承认我们的婚姻关系，他在担心什么？风总，太太被升为副编导后，关于这些谣言一直都未曾中断。不如我直接去趟电视台，叫他们直接表明您和太太的关系吧。我去电视台接你，一起回老镇吃饭，让所有人知晓我和桑路的关系，谣言就会不攻自破。这项目傍大款，哎呀，靠男人生活一样没有好下场，看到没有？对呀，女人啊，没点实力终究是不行的，可不能像她一样。迷雾偷走了颜色，想扮演格外深刻，寥寥几个人懂得。眼看着就有一个人做选择，可笑。下周我生日，你却来不了。事情太突然，我不会忘记你的。哟，这不是靠身体拉投资的桑路吗？怎么被开除了？早饭喝的开塞露啊，张嘴就拉。我看你才是傍大款，最近生意不好啊，看谁都是同行是吧？招商会结束那晚，我看到他上了辆豪车，他被开除罪有应得。有老公了还傍大款，作风问题这么严重，还想在电台工作？跟你老公一起卖风湿膏去吧。啊，我知道了，举报信就是你写的吧？桑路啊，你还得感谢你表姐我，让你更快认清现实，知道自己不过是个玩物，要不然啊，被开除那么大的事，他怎么不来帮你啊？那是我老公啊！还做白日梦呢？
把一个废物哑巴当成封家少爷，他要是你老公，我就跪下来给你磕头认错。风总吗？你说什么？风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公，风燕。你老公不是卖风石膏的哑巴吗？怎么可能是风燕？你刚才怎么说的呀？他说风燕要是我的老公，他呀就跪下来给我磕头认错。我们姐妹之间的小玩笑，你怎么这么不经斗啊？不是不经斗，下次别干这种事了。我啊记仇的。不会，不会了。小可，下次请你吃饭啊。拜拜。他们两个看起来好般配呀！哎呀，我的腿都快麻了。我没有挤到你吧？没有就行。你今天怎么突然过来？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太忙了，我消息都没来得及看。你不用特地来接我的，我自己可以打车过去。身为丈夫，我应该为你证明。小场面，我自己可以解决的。我还是谢谢你，作为报答，一会儿我到你爷爷跟前，我就好好表现，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什么味道？这是人吃的吗？你不过就是我过来的下人。你们家就是瞧不上我，连佣人都欺负我，就是嫌我手里面没资产。该死的剧情让我变得无脑又恶毒，好过分！今天我一定要挽回我的形象。为了让爷爷相信我们俩相处的非常好，我们一会儿进去就表现的亲密一点。这样，你想要玩手臂还是揽肩膀？我觉得我们要不还是玩手臂吧，让他在玩手臂和揽肩膀里挑一个，他非要揽腰，好叛逆的一个人啊！爷爷，我们回来啦！还挺会卖乖，但是他以为爷爷是什么好糊弄的老头吗？那可是当年京师的风阎王。来，陆丫头，快过来瞧瞧，这是我和你爷爷当年入伍时的照片。那个最帅的肯定是你。陆丫头好眼光啊，你爷爷当年也很帅嘛，是不是？坐。阿柏啊，你今年21岁了，以后有什么打算吗？还继续写歌？爷爷，他那哪是写歌呀，他那叫制造垃圾。
哎呀，哎呀，耳朵疼！刚才什么垃圾在讲话呀？阿白，我看你又想挨拳头了吧？好厉害的血脉压制！既然他们都这么怕枫叶，那在剧情里，最后又为什么会反目成仇？是枫叶没有管住他们吗？还是说，在后来的剧情里，枫叶已经不在？还是说，在后来的剧情里，枫叶已经不在？枫叶大概是工作忙，才会没时间管教弟弟吧。说唱是对情感的宣泄，对世俗的批判。你还是先批判你自己吧。老白，你出的新专辑我听了，简直就是个拉垮。哎，不对，那什么呀？拉风。哦，对，拉了一大坨。爷爷，你救命！这是什么别想挑战吗？我是被世界抛弃的鬼，在坟头蹦迪也不累。我是村口唠嗑的神婆，加鞭八卦不带卡壳。我是午夜好久的狼，对着月亮疯狂的比耶。这首歌要是都能火，我愿意在指压板上表演倒立洗头。是挺狼疯的。我去趟洗手间。大哥，大嫂，他嘲讽我。一晚上都在努力刷音响粉，还是失败了呀！他要经历多少磨难，才能养成这样沉稳内敛的心子呀？喂，妈妈。露露啊，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枫叶有没有欺负你啊？没有，他对我可好了。我们刚从老宅吃完饭回来。那就好。好耶，和冰块哥的关系又拉近了一点点。台里临时派我出差，我现在就得走了。你放心，我肯定赶回来。我答应过要陪你一起治疗的。拜拜。我突然开始期待和他能正常对话的一天。我们出不去了。虽然知道有渐进式保暖疗法，让患者置身于令其恐惧的想象环境中，无异于剖开伤口，剜去腐肉。好一点了吗？冯夫人，冯总这次的治疗效果挺好的，已经有开口说话的迹象了。真的吗？真的，冯总这次治疗后，大概会有3到4天之后会出现失眠的反应，需要家人多观察。好，我记住了。哦，对了，睑默症患者出现情绪躁动的反应，可能是有开口的迹象。到时候你得多留意一下。谢谢季医生。啊。枫叶看起来冷冰冰的，怎么才能让他情绪波动呢？邀请他一起看恐怖片，一起去玩惊悚主题的密室，可是我害怕呀。还是坐过山车吧。
不知道他会是什么表情。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安神汤，喝了它，晚上就可以好好睡觉了。从今天开始，我要陪你早睡，希望你能一觉睡到大天亮哟。晚安。每次治疗后，即使喝了安神汤，也都会整夜做噩梦。今晚大概也不会例外。他抱我了。太太，昨晚你没睡好吗？或者是昨天了，连续几晚上我都没睡好。冯燕对于安神汤的反应怎么不按套路来？他抱着我睡，我根本睡不着嘛。我多准备一碗安神汤，晚上你和先生一起喝。你不用再给冯燕准备了，是药三分毒，喝多了总是不好。台长让我们对接分享会，你方便接听电话吗 ？OK， 方便。喂，谢思南。行啊。侃侃而谈，从来没有发生在我们之间。周一再说吧。今天怎么没有给我准备安神汤？是不是聊天聊忘了？睡前明明没有给他准备安神汤啊，他怎么还是抱过来了？救命啊！谁能顶得住这种考验啊？封总，法兰国 MK 集团亚太区总裁又向您发来邀请函，邀请您去参加他举办的法餐晚宴，我会照例婉拒。他喜欢吃法餐。我没看错吧？封总答应了。后天晚上有时间吗？陪我一起去个法餐晚宴。去，我去。隆重吗？需要穿晚礼服之类的吗？便餐，着装你随意。法餐。怎么样？不会给封大总裁丢面子吧？你没有摇头，我单方面决定，你认为我超美？哦，封总，你能来真是太好了。我感觉身上要被他钉出窟窿了。就像是动物园里的长颈鹿，你就像北极熊馆里的冰头头。哇哦 ，so beautiful， 她就是您太太吧？您好。你好。怎么不睡觉也要拦着？习惯了。我去个厕所。
This party total is agreement by Demetrius Basie. 他们在说我。 I will come with. Damage neural face 安俄破表而软。 That's in one instant pass accident. With mute student, parents, only news can print pass. But stupid fan 会色他。But stupid fan 会色他 in the right sense of. La bouche de mon mari est grandi sur moi. Vous n'y pouvez pas juger. Êtes-vous avec la bouche dans les toilettes? Le dîner est terminé? Par encore races. Pas encore races. À la porte des toilettes pour trouver de la nourriture. 有时间谈论别人的事，不如回去你们巴黎街头抓抓小偷吧。你们那儿的小偷比本地人还要多。我们是卢卡斯的客人，你竟敢辱骂我们！他听到了吗？风，抱歉。不行，气死我了！我又想那两句骂人的话，我再去跟他骂两句，我再踹他两脚去。桑露，过了。他说话了。 不必为这种人浪费时间，我会处理。不是，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你刚才不是开口说话，你怎么又打字了呀？我只是选择不开口，不是不能开口。我知道，芥末这是因为心理因素不想开口说话，可是你刚才为什么又愿意开口说话呢？看到他为我打抱不平的样子，叫出他的名字，几乎是下意识做出的反应。 难道是因为听到被人背后蛐蛐，他产生了情绪波动？不过你的声音真的好好听呀，不愧是总裁，霸总小说撑不起我。要鼓励是治疗，夸夸方面我还是很擅长的。我刚才我都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哪个声优到我耳朵里面来了。 我跟你说，你是我见过所有男人里面声音最好听的，就是这样想，多帅啊！好帅呀，好喜欢啊！刚才是不是喝多了？早餐吃撑了？昨天脑袋不清醒，和枫叶多说话，应该可以让他更快恢复说话。你看报纸呢？最近有什么国际大事吗？ 哎，这两天天气都很好，你觉不觉得？没有，还可以啊。哦。喂，谢大主持。哦，你那 PPT 黄总已经看过了，他夸你做得好呢，你辛苦啦。嗯。行，那下周见。嗯，爷爷找你。他说话了，他刚才真的说话了。可是这第二次开口说话的时机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啊！这让他开口说话的开关到底是什么呀？难道是我的话疗验证生效了？ 早上好，
昨天晚上睡得实在是太好了，我现在精神好的能打死一头牛。哼，你昨晚上没睡好？你是有什么心事吗？难道是我问题太多？那好吧，今天就克制一下。哦，风烟的心思可真难捉摸。他不记得昨晚发生什么了吗？最近网上有个很火的话题，生理性吸引，你刷到过没？我刷到过，是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好感的时候，身体会先于意识一步，呈现各种信号。对，比如不停地对你笑，还有更深层次一点，会忍不住靠近对方，和对方亲亲抱抱。原来他对我是生理性喜欢，怎么才能加深老婆对我的生理性喜欢？少夫人，您来了。我们电视台想借酒店做个外景，麻烦您帮我安排一下。这家5星酒店风筒已经划到少夫人您的名下，您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租用。哦，给。哇，这不愧是京市最贵的度假酒店，听说这里没有预定是住不进来的。小小，托你的福，请我们上这儿来住，破费啦！你们都是我的亲人啊，我做这些啊都是应该的嘛。小小真是个好孩子，比桑家那个强多了，家那么好，也不知道帮衬点亲戚。这桑露啊，原来还经常喊我出来玩，这结了婚以后电话也没了，可能是看不上咱们吧。啊，回头就给他爸妈打电话。哎呀，瞧这打听多气派！来来来，咱们拍张合照发到群里面。好。那不是桑家那丫头吗？哎呦，还真是。露露，听说你老公是风氏集团大总裁，你一个人来了吗？风总没来吗？啊？嫁得这么好，也不知道帮衬着兄弟姐妹些。我晚上还给大家订了海鲜大餐。哎呀，还是小小最出息。露露，不是二舅说你，你看亲戚来了，也不知道关照一下。哎呀，二舅，你也别为难露露了，毕竟她在方家过得也不容易。哎呦，这一身上下还没露露的一双鞋子贵。难道方家不给你钱呢？还是说你在方家当保姆啊？你们订了什么房间？大床房？你们说的没错，三伯母和二舅舅一起过来玩，我是应该给你们安排，表示一下。VIP 海景套房还有吗？有，还有5000。哎，那不正合适吗？行，那我把他们的大床房升级成 VIP 套房。你有那么多钱吗？一共3晚是吗？对，3晚上。哎呀，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呢。大床房也是我托关系才订到的。哎呀，一间房多出8000多块钱，这钱是桑露出，不住白不住，升级吧。行，升级吧，给他们打个9折。表姐，帮你打了个9折，一会儿钱就从你卡里扣啊。什么？从我卡里扣？不是你付钱吗？你刚才自己说的，你帮大家伙订房，我就帮着升级个房型，钱当然从你卡里扣了。哎，这可是9折，别人想求都求不到，不要歇会儿哈。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你们慢慢玩。这一共多少钱啊？一间房3万，一共是13万5千。什么？这
这是桑露，不是我。哎呀，这 VIP 海景房我不要了，给我换回原来大床房。抱歉，女士，大床房已经取消，需要重新提前1周预定。那我不住了，行吧？我退了。您应该看过我们酒店的细则，订房后是不支持退房的。抱歉。13万，这可是我1年的工资啊！要不多出来的部分我们大家平摊吧？什么？要不是你们请我们来这儿玩，我们才不会住在这儿呢。就是，请不起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反正这钱我不出啊。这里还不错。什么声音啊？这不丰毅吗？这段剧情好像是丰毅出去找朋友飙车，然后就撞见风柏和乔西在一块儿，然后兄弟俩就大打出手了。风柏的耳朵听力因此受损了，后来他就放弃了自己热爱的音乐事业，从此两兄弟就水火不相容。这两兄弟决裂的剧情来得这么快的，那风柏和乔西现在在哪里啊？不行，我得想办法阻止啊！但是又不能说得太明显。有了！急！紧急求助！紧急求助！你现在在忙吗？有没有时间来一趟西兰呀？我要在这边住1天，突然发现衣服忘带了。好。风柏和乔西的房间号是1705我。我到家了，拿哪些衣服？你帮我拿下那个牛油果绿的那个小开衫，在左边衣柜抽屉里的第3个格子里面，还有一个苏格兰的小方巾，然后那条白色的裤子跟它放在一起的，反正你快给我带过来就行了。马上到。希望来得及。大嫂，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千万不能让风毅看到他们。在商场我们见过的。你们不在房间好好待着，乱跑什么？赶紧回去。大嫂，你刚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不要乱跑，什么意思啊？完蛋了，剧情终究还是上映。妹子，他们之间有点私人恩怨，你先上一边等着去。你要是再敢动手，信不信我把你头都打烂了？这个姐姐好酷啊！只会追求肾上腺刺激的2世祖，大哥。大哥，我不是故意的。你们2个，走。快走！姐姐，那我也走啦，拜拜。没有打架，没有人受伤，原本的剧情线真的被改变了。受伤了吗？你刚才不是开口说话了吗？现在又不能说了。这神奇的开口说话的机制，我到现在都没摸清楚。你让我过来，就是为了阻止他们2个打架。下次在我来之前，你就在一旁等着。他们打架不要紧，我不想你受伤。大冰块在关心我啊！桑露，
这不就是那个风氏的总裁桑露的老公？风总，我是桑露的三伯母。风总，我是桑露的二舅啊，初次见面。你干什么？握谁的手不是握？你们行李全都收好了？风总，露露能嫁给你，实在是三生有幸啊！露露，你天赐哥哥就是学酒店管理的，这酒店不是风家的吗？你让风总给他安排个工作呀，做个什么经理也可以呀。还有你耀祖弟弟，我听说风氏最近投资了一个什么学校。要不是被剧情控制，我怎么会为了这么一群蛀虫亲戚去惹枫叶生气？简直是离谱！冯总，夫人，陈经理，这几个呀都是我的远房亲戚，你把他们的脸给我记住。好的，夫人，都记住了。他们要是借着风总的名义，或者说是我的名义，要在这个酒店求职位的话，都不用面试，直接拒绝掉。啊？没问题。露露，你不要嫁入豪门就忘本，我们可是你的长辈啊。就是，这家酒店说到底是风家的，你算什么东西？风总才是说话做主的人。再说了，风总娶了你，那照顾一下我们这些亲戚是应该的呀。我们现在怎么说也是风氏的亲戚嘛。哎，安太太说的办，她才是你们老板。冯总说话了。陈经理，咱这边晚餐可以送房间吗？可以啊，等会儿我会安排好的，没问题。还有他的行李啊。哎，你们不是说他是哑巴吗？肯定是我点的东西到了。这是什么呀？陈经理，给我送点吃的到房间来。可以啊，等会儿我安排，包的，没问题。啊！我真的只是肚子饿，想吃饭呀。这是你安排的？不是，这是我们组做的那个综艺。我们说借用西兰做个场地，然后就找他们借了点道具。我说试试看好不好用。哦，原来我当时投资的是这种综艺，当时没仔细看。小总，刚刚我忘了说，陈经理让我跟你说，祝你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完了，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了。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我的心事变得透明，一意孤行，汲汲营营，寸步难行。慢慢累积，拼凑不完整的旋律。我一贯的小心翼翼，现在只想告诉你，好喜欢你，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像北风吹过雨后泥土的香气。如果我能给你短暂的开心。好险，差点就没有经受住考验。你听说了吗？
今天的大新闻，咱们集团的大总裁封总开口说话了啊！假新闻吧？封总不是不能说话吗？好多人亲耳听到了。就在昨天，西兰度假酒店发生的事儿，网上都在传，封总开口说话，是因为他神秘的太太。哇，玛丽苏情节照进现实啊！我是土公，我爱看。封总居然开口说话了。如果我还在集团总部的话，一切会不会不一样？对了，封总下周要来这边开会，那是不是……差不多就这些了，剩下的我们之后再讨论。好。小心点儿。谢谢啊。那个好像是桑露的老公。他怎么这么看着我呀？这个眼神，他该不会在吃醋吧？露啊，我那边还有点事儿，要不我就先撤了啊。行。你怎么来啦？在附近有工作。哦，那我运气真是好。送我一程呗。封总，楼下前台说，刚刚有位自称封太太的女士给您留下的东西。我们一起去布兰卡餐厅吃饭吧。虽然大吉岭茶这款香水烂大街，可还是很好闻呀。封总，封总好。封总，这件事情本不应该由我来告诉你，可我实在是不忍心你受桑露的欺骗。如果不是封燕的爷爷和我爷爷定下的婚事，我才不愿意和一个哑巴在一起。好无聊，我快闷死了。你也是知道的，我以前和桑露呢关系非常好，几乎是无话不说的程度。你明明样貌家世样样出众，可他仍旧不满，背地里和我吐槽过好多次了。他呀就是个两面派。封总，桑露她根本就配不上您，她明明就已经拥有这么好的您了，可是她仍旧与同事西斯南暧昧不清，透露和朋友的聊天内容，假借他的名义约我出来，背后说的坏话。你这样的人才应该被提防。封总，我是不忍心你被桑露欺骗。桑露，就算封燕不相信我，但他也不会相信你。我向陈妈学做了一点糕点，你尝尝看呗。如果不是封燕的爷爷和我爷爷定下的婚事，我才不愿意和一个哑巴在一起。好无聊，我快闷死了。和这样无趣死板的我待在一起，对他真的公平吗？倒不如保持距离。如果有一天他真的遇上真正喜欢的人，好吧，那你先忙吧，但是不要忙太晚啊。你换新车了？你发朋友圈说喜欢，送给你的。我什么时候发朋友圈？
去年发的朋友圈。枫叶，你也太好了吧！喜欢吗？喜欢，我当然喜欢。这个是法拉利啊，我这辈子都没想到，我居然还能拥有一辆法拉利。那我要是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我就可以发在朋友圈，然后你就会帮我实现愿望。可以，作为丈夫，给妻子买她想要的东西。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太阳，但有一刻，太阳确实照在了我身上。哎呦，差点把厨房都给点了。这还能吃吗？我这不是要感谢枫叶，我这是要害死他呀！以前就算NO他都会回复的。哎，桑露，一起吃点儿。行。啊，你不吃这个呀？海带丝可以，这我不吃。你不吃，你给我，我喜欢吃。冯总，这饭还送吗？哎，你好。您能帮我把这个带给桑露吗？就说是我们风总送的。谢谢。桑露，这是风总送的。如果不是枫叶的爷爷和我爷爷定下的婚事，我才不愿意和一个哑巴在一起。好无聊，我快闷死了。也许他是想离开的吧。你是不是在躲我？你骗人！你明明就是在躲我。这几天你都不回房间睡觉，给你发短信你也不回，我们的关系好不容易才能进步这么一点，我不想再回到原点了。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吗？你是不是讨厌我呀？如果你有喜欢的人，我可以放手。我喜欢的人是你啊！你要把自己踢出局。我知道了，你就是以为我喜欢别人，所以你这几天这样躲我。拧巴的人果然需要一个会暴力撬锁的爱人。我喜欢的人从来都是你，你在吃你自己的醋。终于结束了。陈经理发来的视频，下午2点10分30秒，我不吃海带丝，谢思南他不吃羊肉，我们夹到的是同一个碗里，不是对方的碗里。
你看，碗就在这儿。还有，我跟他是 AA 的。枫叶吃醋的样子还挺可爱的。哎，露露，叔叔刚才打了好几个电话，说等你结束给他回电话，听着还挺着急。哎，露露啊，爸，你妈伤到动不了了，现在。喂，枫叶，我爸刚打电话说我妈伤到了，动不了了，我得回家一趟。哦，枫叶，别担心，我已经让医疗团队候命了。别怕，有我在。怎么那么不小心啊？真是的，真是的。妈，哎呀，哎呀，让你给露露打电话，是让她改天跟阿念过来一起吃饭。侬跟你讲，我怎么没个重点？妈，no，没事的，没事的啊。妈妈就是买菜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脚，是你爸这个人小题大做。事出有因，我先讲原因，再讲结果。没想到露露听了一半，你跑回来了。爸，你下次能不能先把结果给讲了呀？都吓死我了！都怪你！哎，阿燕，快坐，坐。哎，糖醋排骨来喽！来，尝尝我的手艺啊！他呀，就是被我和他爸惯坏了。露露这任性的脾气，肯定不少让你头疼吧？没有。啊？好，会说话就好。露露上中学的时候啊，就有一群坏小子站在楼下喊她的名字，全被我拿扫把给打走了。那些臭小子怎么能配得上我们家露露？是吧，阿姨？没配上。来喝一口。哎，爸，他不喝。好熟练的操作，难道他提前练过？来，这点。我跟你说啊，哎，千万不能和老婆吵架。我每次都是秒跪啊，输给自己喜欢的女人，不丢人。来，爸爸，别喝了，喝了，喝多对身体不好。没事，这才哪儿到哪儿。爸爸，别喝了，喝了，喝多对身体不好。没事，这才哪儿到哪儿。哎呀，阿燕一看就是不能喝酒的孩子，你还让她喝这么多。露露，发言去休息，我煮醒酒汤。哦，枫叶，回房间。枫叶，喝醉了吧？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的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我的心事变得透明。我们是合法的。
我一贯的小心翼翼，现在却想要告诉你，好喜欢你，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像北风吹过。我们是合法的，我没罪，但我依旧可以满足你，老婆。你没罪。那他不是知道我故意脱他衣服？哎，怎么一大早的脸这么红啊？热热的，天气热了。我吃饱了。你就吃这么点啊？我也吃饱了，我送你上班。风总，我看您最近都有些瘦了，露露还是不在家做饭吗？这怎么能行呢？其实我厨艺不错，比露露更会照顾人。你在我面前说我老婆坏话，工作期间仪容仪表不整，损害公司形象，混淆公司界限，在上司面前恶意造谣家属，妄图破坏别人夫妻关系，道德底线缺失。风总，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你下去办离职。风总，我没有打算离职的。有碍观瞻，人品低劣，是公司辞退你。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如果你的存在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你就不应该出现在我老婆能看到的地方。你竟然为了桑洛辞退我！我还可以为了我老婆，行业封杀人。你回来了，等很久了，饿了吧？给你带了吃的。哎，我的奖励呢？这就完了。风玉，喂，我受伤了。你受伤了？风白也在。风白也在，在酒吧。怎么回事？他们俩好像在酒吧为了一个女孩打起来了。原著剧情里，风逸纠缠在酒吧打工的乔西，护花使者风白因此与他大打出手。酒吧经理电话打到我这儿，而我却没有理会，还故意造成枫叶与两个弟弟之间隔阂。和毒女配的人设可真该死啊！走，我们两口子收拾他们去。住手！你们快住手啊！住手！快住手啊！大嫂，大哥，给我冷静一点！出息了！就挑人多的地方打架是吧？不嫌丢脸啊！疼吗？哎呀，
你这样，我怎么树立做长嫂的威严？你们俩，人家乔西他是人，他可不是你们什么抢来抢去的玩具。小说男主就了不起，就可以不顾女主的意愿了。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众生平等？纸片人他也是人，他也是有人权的呀。啊，你恨什么恨你啊？纸片人他也是人，他也是有人权的呀。啊，你恨什么恨你啊？有什么话你不知道跟哥哥好好讲啊？人家二哥说不通，这不还有大哥呢吗？光憋着不说，就显得你有脑内存。你们两个，人家大哥养你们多不容易啊，把你们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又当爹又当妈的，你们两个就这个样子，光长个子不长脑，在这演无脑偶像剧呢。大嫂，你别骂了，有点脏了。我们知道错了，我刚才也是一时冲动打的他。我错了，大嫂。过来吧。厉害，全世界你最厉害，行了吧？姐姐真的好厉害。这就是你所说的兜风。你可是第一位坐上我家承载的男士，怎么样？荣幸支持。大男人怎么让一个小姑娘宰？你懂什么呀？这是年轻人情趣呀。呀呵，一个大男人让女人宰着，哇！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有情趣了吗？你还好吗？他们死在了一个暴雨天的车祸中。暴雨天，我爸开车，两个人起了争执，我妈情绪失控抢夺方向盘，车子撞到了路边。起火爆炸之前，我妈把我抛到了路边池塘，我才熄灭晕。当时我一直想呼救，可是我呛了水，我没有办法发出声音来。等我再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医院。过了很久才知道，当时是因为我妈生了病，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一直都没有发现，一直都没发现。如果当时我早点知道，他们是不是都没死？这不是你的错，你那会儿还那么小，你就是一个6、7岁的孩子，你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怎么能感知到大人的情绪呢？自从那之后，我就不想再说话了。枫叶，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责怪自己，一切都会过去的。妈妈在临走之前，最后一刻钟，都想的是让你好好长大，你也像她希望的那样，成为了她的骄傲呀。就算是不能说话的时候，你也承担起了枫家，还照顾好了2个弟弟，把他们拉扯大，真的很厉害，很厉害了。爸爸妈妈在天上肯定觉得很自责，
因为一场意外就丢下了你一个人承担了那么多，辛苦你了。以后的暴雨天我都陪着你，我干什么我都要拉上你，我看电视我也拉上了你，我玩 Switch 我也拉上了你，干好多事情，让你一刻钟都不能想以前那些事。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一场春雨一场暖？等这几场春雨都过去了，就只剩下好天气了。枫叶，你也是一样的，不管明天跟意外哪个先来，我们都活在当下，我一直陪着你，好不好？好。枫叶，枫叶，枫叶。枫叶，我怎么会梦到坠机啊？而且还那么真实，好像当真。枫叶能说话，弟弟们和女主的轨迹也都改变了，两个臭小子也知道用心追求4个字，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就只是个噩梦吧。大嫂，枫叶，我问一下，你们家有没有私人飞机啊？当然有了，大嫂，而且还有2辆呢，我哥还有驾驶证呢。梦里出事的就是枫家的直升机啊！对了，大嫂，我大哥临时出差了，他怕影响你睡觉，他让我告诉你一声。他出差之后，大嫂，那个噩梦更像是个预知梦。枫叶驾驶直升飞机，我之前一直不明白，明明2个弟弟都那么怕枫叶，为什么小说中他们最终会决裂？不会获得枫叶那么多钱，又给了极品亲戚，是因为枫叶飞机失事死了。直升机呢？你不是说还没有起飞吗？大嫂，你一个噩梦你就火急火燎的，你这也太爱了吧！我看你这杞人忧天，大哥技术好着呢。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好，您拨打的电话也打不通，短信也不回。哎呀，不能出事！大嫂啊，你能不能别咒我大哥呀？哎，你别哭，大嫂，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大哥要知道，他又该揍我了。二少，枫太太啊，枫总的直升飞机起飞时间调整了。你说他还没有上飞机？不是，他为了能早点回去，换了另一架直升飞机，一个起飞点，现在应该已经起飞了。大嫂，哎。今天一起吃饭吗？盖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的老公枫叶。为什么我做了那么多的努力，枫叶她好不容易才重新获得了幸福，为什么还是改变不了结局？那是一条生命啊，为什么会这么的不公平？大嫂，我大哥就是正常出个门，你能不能别自己吓自己啊？没事儿的，他下飞机肯定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我保证，行不行？老婆，啊，大哥。
活着。对不起，让你担心了。可是，你不是已经上飞机了吗？我起飞前1秒，好像感应到了什么，所以就开手机，看到了你给我发的消息。你不觉得我那些消息都神神叨叨的？我只感觉到你非常在乎我，你发的消息我都看到了，老婆，我很高兴你发了那么多条心路历程的告白，现在我想听你亲口说。你手机给我看一下。来不及了，我都背下来了。枫叶，你俩能不能知道我的存在啊？哼！见过人1周年结婚办得这么隆重的，咱大哥6个月也办。你知道那什么双百日吗？我觉得他1个月办一次合适。你怎么知道他不这么想啊？估计啊，大嫂拦着呢，是吧？霸总恋爱脑太可怕了。哼，哎呀，哼，啊！姐姐今天好漂亮，想要贴贴。我老婆的妆会花。哼，小气。盖章了。老婆说的是。真好，幸福。我永远是勇猛的、不屈的、命运的主宰者。